经常看国际新闻的小伙伴会发现，一有弱鸡国家被列强欺负，就是被人家用各种巡航导弹打击。前不久，美国人刚刚退出中导条约，就从地面上发射了一个战斧来吓吓人。所以，大部分人的印象中，巡航导弹是现在才有的，很先进的武器。哎，这就错了。其实恰恰相反，巡航导弹的资历在各种导弹里面是最老的。巡航导弹是飞航导弹的一种，首先得有动力，在空气中用弹翼或者弹体产生升力飞行。飞航导弹再细分，其中的巡航导弹特点是射程远，打击地面或者水面目标的制导武器。1909年的英国电影《飞船毁灭者》中，一群长相挺别致的齐柏林飞艇入侵了不列颠。电影说是未知势力，但是那时的国际形势我们都懂，明显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德意志帝国嘛。反正这些德国飞艇，他们向伦敦丢下了人道主义的泡菜坛，各种狂轰滥炸。电影主角是个工程师，他用自己发明的飞行鱼雷击落了德国飞艇。他就击落了一艘飞艇，怎么帝国舰队全没了呢？大概上面是主宰或者刀锋女王吧。电影里的飞行鱼雷是一种螺旋桨推进、用机翼飞行的制导武器，这就符合飞航导弹的特征。美国人在1916年也拍了一部，敌人改成入侵加利福尼亚的亚洲黄种人舰队。想来上面一定都是矮个子罗圈腿吧。同年，当时美国的著名飞行员劳伦斯·斯佩里富二代，他爹发明了海军用的陀螺仪，不是这个小的，是超大的。他把陀螺仪用到飞机上，发明了地平仪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再结合气压高度计，斯佩里在飞行表演上高举双手，让飞机自己直线飞行，于是自动驾驶仪诞生了。当时是一战嘛，学国都头疼德国的潜艇战，美国海军就想个法子，直接抄家炸德国潜艇基地。他们计划把自动飞机交给英国人，英国人用巡航导弹轰炸德国本土，这正好和二战相反。1917年11月，一架自动驾驶的寇蒂斯 N9 水上飞机，虽然有个飞行员，但是当摆设，当着美国海军和陆军人员的面，飞机自动飞行50公里后丢下一个沙袋，距离目标差了3公里。于是美国海军一看，这个可以有啊，立刻就向斯佩里公司下了订单。斯佩里公司设计出来的是一种陀螺仪稳定、无线电控制的无人机，航程80公里，可携带450公斤炸药，由寇蒂斯公司生产，后来叫寇蒂斯斯佩里飞行炸弹。1918年3月6日，一枚飞行炸弹成功飞行910米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导弹试射，也是第一次无人机成功飞行。然后，就没有然后了。直到一战结束，无线电控制系统也没完成，因为当时的技术还不行，没法做出实用产品。美国海军在1922年结束了项目，劳伦斯·斯佩里就回老家结婚去了，娶了个电影明星。1923年末，30岁的劳伦斯·斯佩里在飞越英吉利海峡时遇难。他因为自动驾驶仪的发明，现在被承认是航空先驱之一。另一方面，美国陆军也不闲着，他们也要研发导弹了。所以，请看下集《陆军的飞虫》。